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环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就在现实中啊，上个周末啊，加拿大的各个航空机场都已经瘫痪了，人满为患，飞机飞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请大玩叔来讲一讲啊！就在8月16号的凌晨，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的空乘突然集体罢工了。那么这一罢工呢，这直接导致当天的700多个航班被取消，因为没有空乘人员服务啊，对吧？就全国上下的10几万游客瞬间就掉坑里了啊，就躺平了。大家能够想象吗？你整个多伦多的皮尔逊机场是吧？蒙特利尔机场、温哥华的机场，几乎都陷入了大面积的瘫痪，因为加航在加拿大嘛，那是老大，对吧？老大的躺平了，你说怎么搞呢？对吧？飞机飞不动，人堵在机场，排队的长龙把航站楼挤得水泄不通啊！这个各路游客都是怨声载道。那么有意思的是呢，本来政府呢立刻下令不许罢工，必须复工，但是人家这个航空公司工会也不是吃素的，工会说不好意思，我们不听啊，你是违宪啊，我们有这个罢工的权利，对吧？于是这就演变成了加拿大罕见的政府强制命令啊，然后工会强硬顶回去，所以现在局势还是特别僵啊。那么这个对目前这个游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看网上不少这个游客在机场在现场就发这个推特发这个油管开始抱怨了那叫4个字叫一团糟一团烂麻。有着这个网友统计的数据是这样的，光是周六一天时间几百个航班直接砍掉，尤其是国际航线，因为加拿大嘛，是吧？加拿大航空都是飞国际多，多伦多飞纽约、飞伦敦、飞巴黎，基本上都趴窝了啊。那么退票和改签的那越来越多了，加航说可以改签或退票，但是呢，你忘记的舱位少得可怜，就算你拿到了这个新的票，也可能要转个三趟4趟机把你人折腾够呛，那你可能花的时间要多1倍以上。就在这个各大机场现场，很多旅客就滞留在机场，有的人只能席地而坐，有的人干脆拖了个行李的睡在了登机口我们看一看，有一位叫张先生他的这个帐篷体验。他本来呢带着一家3口准备从多伦多飞温哥华，然后再转机呢飞东京去假期旅游吧，一家3口。结果的飞机呢一连的取消了2次，他在皮尔逊机场足足等了这个36小时就是一天就加上半天最后实在撑不住，买了个小帐篷在候机厅搭了起来毕竟这个有个帐篷吧，这个是稍微可以这个是吧，有点隐私可以遮蔽遮蔽。他无奈的说，你这感觉比野营还惨你厕所要排队，吃饭呢只能这个啃点三明治，最后花了几千块钱旅游，结果睡在地上所以这个比较惨了。还有一位网友说他那个锻炼转机，什么意思呢？他原来本来从卡尔加里这个飞去洛杉矶，然后再转飞墨西哥到墨西哥南美洲度假，对吧？结果呢，第一段从卡尔加里飞 LA 的航班就被取消了，所以他抱怨说卡尔加里卡里在当地不是卡尔加里了。所以他说呢，这个加航就是在玩我们，说是今天又不行推明天，明天又不行推后天都有可能飞，但是就是不给你准话，酒店都已经全部订好了，也不能退，是吧？你订好了酒店嘛，你飞回去你没来，那你怪谁了，对不对？所以他怪加航玩叔原来有视频讲过，你让加航去索赔，那基本上没戏了所以我们问一下，为什么能闹到这一步呢？很多人都以为空乘呢就是嫌这个工资低要加钱，是吧？实际上的事儿呢就没那么简单。
真正的他们这个真正的焦点是那个工资你怎么算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每小时工资这个已经是有规定，对吧？这个也是当时在应聘的时候已经规定好了。大家不知道呢，加航啊，它的空乘的工资啊，多是在那个飞机舱门关上的一刻才开始算。那就是说，你之前在关上舱门是吧？你要提前这个到岗啦，是吧？协助登机啦，行李安检啦，那么舱内的安全检查呀，甚至乘客还没有上机他们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这段工作呢，对不起，那你工资就不是按照标准算这工资有的就不算钱，或者给点象征性的一点补贴。这就是目前加拿大的空乘人员的最大的抱怨，尤其是这个。大家长期以来白白干了很多这个无薪劳动，就你活是干的，但这个没有钱准备工作没有钱，加上最近几年呢，飞行员的加薪幅度比较大，大概加了30%到40%，那空乘他们就更不平衡了，所以这次就干脆来个大的，不解决这个工时问题就解决工时的计算问题，那你别想浮飞。他们这次是咬紧牙关，一直要杠到底，没有钱到口袋那不行，是吧？那么我们看看加拿大政府在干嘛呢？那个就业部长第一时间让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下达命令，立刻复工但是王叔说了嘛，工会他也不是吃素的不行，这是工会说这是剥夺我们的罢工权，属于违宪行为。那么现在双方就是针尖对麦芒杠上了。那么下一步呢，那个政府我估计他会可能走这个司法程序走法院，甚至动用蔑视法庭来惩罚这个工会领导人。但问题是呢，这个国会要休会到这个9月中才开，对吧？不像当年这个摩利治上台之后说嘛，我们就今年的是吧，这个暑期就不休会了。所以呢，你看这个卡尼政府短期内你还真拿工会没办法，你这个是吧？要国会要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那么王叔分析一下这个事会持续多久呢？我们现在这里按照未来的预计呢，推3种可能性。第一种就短期收场政府强势执行，工会顶不住，几天内恢复了，航班1周左右才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比较好的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临时协议双方先签个这个框架协议把细节呢放到这个秋天再来谈那么也算是个缓和下来，是吧？缓一缓，是吧？第三个就成那个长期拉锯那么最糟糕情况，工会硬扛，搞个2-3周，甚至搞1个月，就像当年这个垃圾工人在多伦多罢工一样的，一搞1个月，那你多伦多那整个夏季那是臭气熏天，是吧？所以王叔我判断呢，就前2种可能性呢更大一点长期停摆的几率呢就比较低。为什么？因为毕竟政府、航空公司那这个承受不起是吧？不管是舆论压力，还是金钱损失，还是政府的信用，那你就是一下扫地了，是吧？所以呢，王叔分析前2个可能性大，就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比较大，哪怕缓冲。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出国现在旅游在加拿大还可行吗？那就要分析一下你到底是哪种出行状况。比方说你是探亲、婚礼或者重要的商务，那么最好立刻找替代方案首先是换航司了，是吧？不用加航了，对不对？或者呢，还有一个方法就直接干脆跑去这个美国边境，是吧？从美国机场起飞像多伦多到美国也很方便，是吧？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弹性出行就是你度假出差，你能够线上开会的线上开会或者直接退票或者延期别折腾了，是吧？如果是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那你可以考虑坐这个火车啦，是吧？长途大巴啦，是吧？比如说那个威尔瑞是吧？弗利巴克斯是吧？麦克巴克斯虽然慢一点，但起码也可以走对吧？那么就现在分析一下替代飞行出行的方法还有哪些？如果你要飞国际
首先第一个就换航司，比方说买希捷的啦，是吧？WestJet 啦，买波特的啦，是吧？买岳阳航空的啦，啊，那么还在飞，但是那个票价就对不起了啊，那个价格就人家也不是故意宰你，那就是吧？这大家一票难求啊，价格要翻好多倍了啊。再一个就是去那个美国机场啊，从多伦多开车去布法罗是吧？从温哥华去西雅图是吧？这个美国机场没问题是吧？所以还是有美国邻居好啊，是不是啊？如果是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地面这块，如果你是在加拿大境内啊，那么可以坐这个火车和巴士完全通行啊，这个没问题是吧？多伦多联合车站那边去一趟解决是吧？如果有些什么线上会议的话，那你是可以能搞就搞啊，开会的商务方面的啊，度假你可以推迟，这晚一点是吧？像完叔9月份那推不了，那我也得想办法。那如果那个时候还不行的话，那我得想办法啊。那么谈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旅客的这个权益是吧？很多人很关心这个你的退票啊、改签呐、或者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得到保证呢？根据加拿大的旅客保护的法规啊，如果航班因为航空公司啊可控原因取消，你可以申请啊，包括这个现金的补偿，对吧？但是呢，人家早就规定了，罢工啊通常被认定为不可控因素，哎，是吧？所以不可预料因素，所以很难拿到这个赔偿。不过呢，你至少能够看看能不能免费改签呐、是吧？或者少退一点啊，是吧？拿的部分款看有没有可能性啊？全款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完说这里跟大家建议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什么叫不要主动的取消你的机票，你要等到航空公司来取消，是吧？这样后续能够退钱。哎，是吧？他这个飞不了了嘛，他对吧？你先不要去，你先自己取消，好吧？你去买别的票也不用取消这个票啊。这样的话呢，你的退钱呐、改签呐就更有保证了。好，我们现在再谈个这个结论，那到底现在还能不能出国啊？结论是能啊，哈哈，但是难度大了不少啊。你要么到美国是吧？要么就是境内还可以换成大巴、铁路是吧？你非要出行像王叔这样要个跨境的，那你就动脑筋了。只有这个是吧？你订加航的你就换航司了，对吧？或者从美国绕道了。你不着急的话，建议先退票啊，等局势稳定了再说，是吧？那么从过往经验看呢，这类大罢工呢，大多不会拖太久啊，可能就会在几天或者甚至一周啊，就会得到缓解。如果你碰上这一周你出行，那你就像刚才我们说几个例子，就倒霉了啊！卡尔加里你卡在当地啊，所以呢，大家以后做旅行计划，除了这个 Plan A 之后啊，还有一个 Plan B，永远保持备份啊。哎，别老盯着加航，王叔早就说过了，加航不可靠，好不好？尽量少选加航啊，哪怕选日航，哈哈，选这个其他的航空公司都可以，好不好？讲的不对地方，大家王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